这台控制设备的电脑开机无法进入系统，一直提示这个页面，意思是重启选择正确的启动设备，就是找不到启动设备了。这种情况通常和硬盘有关，所以先重启一下电脑，按 DEL 键进入 BIOS 看一下硬盘的状态。先进入 Boot 选项，在启动设备选项里面查看一下硬盘的状态，这里只能识别出 DVD 光驱的设备，说明硬盘已经无法识别了。硬盘无法识别有两种情况，要么就是线接触不良，要么就是硬盘坏掉了。所以先要排除一下是不是硬盘连接线的问题。硬盘安装在这个位置，用的是一块机械硬盘。既然光驱能正常识别，说明光驱的线是好的，那么就把光驱的线和硬盘的线互换一下，因为光驱的线和这个硬盘的线是一模一样的。硬盘和光驱的线互换之后，再进入 BIOS 看一下硬盘的状态，发现还是只能识别到光驱设备，硬盘无法识别，这就说明线没有问题，可能是硬盘坏掉了。但 BIOS 里面无法识别硬盘，也不能100%确认就是硬盘坏了，所以只能先把硬盘拆出来，再单独测试一下，看硬盘到底是不是坏掉了。用的是一块250GB 的机械硬盘，把拆下来的硬盘装到这个 USB 硬盘盒里面，再接到笔记本上测试一下。如果还是无法识别的话，那么就证明这块硬盘是真的坏了。当我给硬盘通电之后，听到的硬盘声音都不对劲。磁盘管理里面也无法识别硬盘，说明这块硬盘是彻底坏掉了。既然确定硬盘已经坏掉了，给它换一块500GB 的新的硬盘。因为这是一台很旧的设备，设备专用的软件只能在 XP 系统下面运行，所以换完硬盘之后还需要给它装一个 XP 系统。刚好这台设备有一个光驱，直接用这个光驱给它装系统。这种装系统的方法估计00后都没见过。开机按 F11 进入启动菜单，然后选择 DVD 从光驱启动。第一个页面按回车键开始安装系统，然后按 F8 我同意，再按 C 创建磁盘分区。XP 系统占用 C 盘的空间非常小，只有1-2GB， 所以这里给它分20GB 已经绰绰有余。分区完成之后，再按回车键开始安装，这里选择 NTFS 格式快速格式化。格式化完成之后会来到这个安装页面，然后再设置一下用户名，再输入安装的序列号，最后等待这个安装页面完成，就可以进入到 XP 系统的桌面了。系统安装好之后，再请厂家远程安装好设备专用的软件，这台设备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。